月光色，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思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？哦，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三师公，您总算回来了，大家一直在找您。什么事？掌门师尊叫您过去见他。怎么了？师尊他好像很生气。阎罗二师公也被叫去了。走吧。小子，咱们出去啊？为什么？庄园里天气不好，所以要出去逛逛。天气不好，要下雨吗？可能是狂风暴雨。哎，狂风暴雨，那还出去啊？嘿，走吧。不用带把伞之类的吗？别说了，叫你走就走。你急什么呀？有什么理由？你倒是说呀！师兄，我没有问你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师兄，都是我的决定，你要责怪的话，就罚我吧。你的决定，将小圣贤庄上下的安危置于炉火之上，将整个儒家与帝国的叛逆混为一谈，这就是你的决定。颜路甘愿承受儒家家法。置圣贤先祖遗训而不顾，按照家法该如何处置？逐出师门。不，你修炼坐忘心法，居然修炼的数典忘祖。圣贤祖师说，当仁不让，见义勇为，这样做怎么是数典忘祖？此方不必多言。协助帝国叛逆，扰乱天下，当什么人，又见什么义？仁者爱人，义者利他。有人在危难之中，我们儒家是应该挺身而出，还是为了自身的安危和利益袖手旁观？子曰：“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仁矣。公、宽、信、敏、惠，举处公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如民众不知谦恭，为官者不知清廉，臣下不知忠诚。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都在想着谋害君王，以下犯上，这个国家岂不是陷入动荡？百姓岂不陷入危难？如果不问青红皂白，一味只要求百姓忠君，难道就天下太平，民众就安居乐业了？孟子《公孙丑下之篇》讲：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
寡助之治，亲戚叛之；多助之治，天下顺之。哼，难得你还记得儒家的经典，《论语·颜渊篇》中，子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小圣贤庄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中楷模。我们如果不传播教化平和之道，反而鼓动民众动摇国本，诋毁王道，岂不是在成人之恶，就是小人的行径？子曰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君子之道在于要有所不为，才能有所为。你说的不为，难道就是不忠不孝？孟子尽心下中教导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民众的生机才是最宝贵、最重要的，这样才有国家社稷，才有君王。你断章取义，难道你忘了孟子离楼上曰：“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；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”如果没有了伦理纲常，没有了社会秩序，又谈什么社稷国家？没有了社稷国家，民众的利益又如何保障？没有了保障，又怎么谈得上民为贵？师兄所言固然有理，但是圣贤祖师还有这样的教义：为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剥其恶于众也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仁人，才应该处于统治地位。如果道德低的不仁之徒处于王位，就会让他祸害广大无辜的民众。哼！权然后知轻重，度然后知长短。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我们小圣贤庄只专心研修学问，不涉军国政治。身为读书人，不该对自己的君王妄加评断，敏于事而慎于言。要知道福祸无门，为人自取。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。人必定是自己先伤害了自己，别人才能伤害他。那现在的百姓又做了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，而陷入到莫名的危难之中？你所说的处在危难之中的人，却正是与帝国君王对抗，要将芸芸众生陷于战乱水火之中。治国之本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。如果一个君王不能爱惜自己的百姓，不能爱惜人民的生命，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君王。秦吞并六国，天下因战事而失去生命的士兵不下100万。长平之战，坑杀战俘就超过40万，而受战火屠戮、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的平民更是在100万之上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。身为诸侯，如果不行仁政，就保不住他的国家；君王如果不行仁政，便保不住他的天下。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忘了后面还有2句：卿大夫不仁，他的宗庙家族就会遭受灭亡；百姓如果不仁，就会失去生命。孟子曰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也。”子房，够了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舍生取义。我是说，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话，你就要不惜生命的代价。你不惜的是你自己的生命，还是整个小圣贤庄的生命？天地君亲师是儒家不可颠灭的伦理纲常，君臣有别，长幼有序。而你现在要做的，是要举兵造反，为整个儒家带来灭顶之灾。我没有。来人，把这2个。
师叔，好久不见。10年，还不能算好久吧？我听你们吵来吵去，又是家法，又是国法，好像就是为了2个小孩儿。他们都是叛逆之后，帝国重金通缉的重犯。所以你要把他们交出去。目前整个桑海都处在帝国的严密监控之下，最近这些天更是大量的军队进驻。这2个小孩正是帝国通缉的重犯。从上次相国大人来到小圣贤庄之后，李斯，你打算把2个孩子交给这个人？这是为了儒家上下的。李斯为了帝国上下，为了辅佐他的主子，为了他的官运，可以杀害自己的同门师弟韩非。而你为了儒家上下的安危，要动用家法对付自己的2位师弟子路和子房。师叔，你还记得当年小圣贤庄藏书楼的那场大火吗？苍龙七秀的秘密。他走过的路途满是鲜血与枯骨，而你打算把2个孩子交给这样一个人？师叔，我所做的一切，是为了保护小圣贤庄的安危，延续先师圣祖的传世儒学，这也是我身为儒家掌门人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份责任只有我来承担，我不敢偷懒，也不能让任何人来替我分担，即便是我非常尊敬的师叔您老人家。你是儒家掌门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只是在你做决定之前，我还有一句话。师叔，请讲。非其有而取之，非义也；杀一无罪，非仁也。不是自己有的，却去取了过来，是不义；杀一个无罪的人，是不仁。如果你把这2个少年交给李斯，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？想必你也清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。掌门人的决定，就是小圣贤庄的决定。终于可以让皇帝陛下看到成果了。督造蜃楼的公叔家族应该要记头功啊！为了帝国霸业，为了相国大人的嘱托，公叔家族怎敢有半点怠慢？蜃楼起航的筹备进展如何？一切准备就绪，唯独在蜃楼的动力方面遇到了些小麻烦。整个工程从设计到建造，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，帝国也投入了巨额的资金。相比这些能够让公叔先生你烦心的小麻烦，在我听起来似乎不像是小麻烦。
相国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会解决，让蜃楼顺利起航。那就有劳公叔先生了。不敢，不敢。黑龙卷宗是帝国文件中的最高机密，为了保护文件内容不外泄，都采用了特别的密语术撰写。嘿，密语术？卷宗看上去写满了毫无规律的文字，但是通过用预先约定的方式，可以找出当中有用的字眼，然后组合成真正的语句，这样就能知道这份文件说的内容。这次黑龙卷宗使用的是一种名叫千机的密语术。千机密语术，阴阳家独创的一种更加高深的密语术。在原先的密语术基础上，又增加了阴阳五行八卦为原理。无论是选择文字的规律，还是选出文字后的排列顺序，总共有100万种变化。百万种变化，那怎么解得开呀？唉，我们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得到的这个情报根本没法用啊！锁是为了钥匙而设计的，每把锁都有自己的钥匙。这个锁和钥匙的关系，我是最清楚的了。不错，能解开黑龙卷宗秘密的关键人物，正是道直兄。啊？开锁我会，但是我可不会解那个什么100万种变化的千机密语术。即使是聪明绝顶的天才，要凭空破解千机密语术也是绝无可能。但是，只要能够得到千机，任何人都能解开黑龙卷轴。千机？那是什么？一个融合了阴阳五行八卦的密码铜盘。铜盘上密布着各种对应密码的文字。帝国最大机密的谜底，竟然在这么个小小的玩意儿中。那么，要怎么才能得到千机密码铜盘？天底下共有2个，一个在咸阳宫嬴政的身边，而另一个此时此刻就在桑海城。原来是这样，听起来很有趣。好久没有偷东西了，我看你的手一定痒得很了。千机密码铜盘在桑海城的哪个位置？将军府。将军府？将军府原本就是桑海城内戒备最森严的场所。蒙恬的驻军将周围街区围得密不透风，而此刻扶苏、李斯都在将军府内，更是有帝国宫廷侍卫与阴阳家的高手护卫。这样要潜入的话，是啊，若不是异想天开、胆大包天、偷天换日之徒，怎敢动将军府的脑筋呢？嘿嘿，真是太过奖了，张良先生。
这才更对我的胃口。这才是偷遍天下无敌手的偷王之王。和你走在山水间，和你共赏水中月，和你游恋人世间，和你跨越千万山。别让我陪孤单，别留下我不管，别走得太遥远，我看不见。